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上古的街机游戏《虎之道》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87年，是卡普空的作品。可能很多老玩家玩过或者是见过。游戏的难度非常的高，我感觉和魔界村已经不相上下了。并且街机版本的难度还不是最高的，据说 PCE 的版本比街机版的难度还要更高，这我就已经无法想象了呀。我玩的是美版，开场的话可以选关，如果玩日版是不可以选的，并且日版需要打2个周目才算是通关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这些道具，蓝色的葫芦还有红色的葫芦是回血的，其中蓝色的回的少，红色的是回满。主人公下楼梯这个动作好鬼畜啊，速度突然变得很快。我应该感谢一下这个怪啊，把我举起来直接扔出了门。游戏当中有几种武器，包括了出门、默认的斧，还有枪，以及现在我用的流星锤。我感觉流星锤攻击范围比较远，所以可能从头到尾就使用这款武器了。这里要打一个小 boss。游戏的长度是5关，每关都有小 boss 战。小 boss 和大 boss 的区别就是，大 boss 打完之后你是要超度他的，但小 boss 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呀。这里敌方的血量比我要长一点，但是后面咱们经过试炼之后，人物的属性是会增加的。游戏的主人公叫做亡灵，来自于亡灵4。打的 BOSS 叫做龙泉，龙泉抓走了很多孩子，想要培养成自己的士兵。亡灵使用的武功叫做虎之道， BOSS 叫做龙泉，所以说这款游戏在设定上也有一点龙争虎斗的意思。这个地方面对的敌人是降龙罗汉，我的血量不多了。这个版面难度非常的高，可能很多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见到这个版面就想起来了，当年止步于此，一点也不夸张啊。主人公现在在天上飞，是因为他现在穿的这件袈裟叫做飞天袈裟，所以说黑熊精好没有眼光啊，要偷的话也偷这款啊。这里要打本关的 BOSS 战了，第一关的版面叫做巨汉不动，巨汉指的就是本关的 BOSS。他的身份是龙泉的保镖，别看他只是第一关的 BOSS， 刚才他使用跳下来压人这一招，如果你是在地面吃到的话，直接是秒杀的。这款游戏秒杀的招数非常的多，所以说有的时候玩着玩着突然就扑街了。每打完一个 BOSS 之后，主人公肯定要超度他一下的，并且咱们前4关每关过了之后会进入一个修炼的关卡，每个关卡通过了，咱们人物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。第一个修炼关卡如果咱们通过了，会得到几滴额外的血量，额外的血量涉及到后续的加强，是否能够使用虎之道。
拿到了真传的卷轴。第二关，幽灵防空怪。本关的 BOSS， 当年很多人管他叫吸血鬼，因为这个 BOSS 是秒杀的，碰到你的话就会贴上来，直接一条命，像吸血一样。大家注意，地上刚才打出了一个葫芦，但这个葫芦是黄色的，并且它是倒置的，这种葫芦不要吃啊，吃到了是掉血的，很神奇啊。这个设定让我想起了《高桥名人的冒险岛》里边的茄子怪，捡到之后你就不断的掉血。我爬梯子的时候竟然也被打到了。这个版面的难度也非常高，大家看有僵尸，但是最讨厌的敌人是这种大骷髅，张嘴的话可以把你吸进去，并且它可以和僵尸进行配合，僵尸撞你一下，把你撞到骷髅的嘴里，一条命也就没了。所以说我年纪大了呀，不要吸得太猛。这个版面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出来了，18同人阵，虽然说数量没有18个呀，因为当年的街机性能上不允许同屏出现太多的活动块，会有严重的卡顿的现象。另外可能不需要我进行强调了，18同人的武器碰到主人公的话，一条命也就没了。这里的 BOSS 战其实非常的难受，因为版面上的雕像还会吐火，吐出的火焰落到地上还会蔓延，所以我感觉这个 BOSS 使用拼血的打法是最科学的。捡到了一个可以把敌人定住的道具，另外红色的卷轴是清屏的。我只有5点血了，所以这里打得很小心。这里捡到了一个隐身的道具，快跑吧！我感觉无论是下楼梯还是爬梯子，主人公的动作都非常的鬼畜啊，速度突然加快。这个地方是著名的景点，可能每一座城市的人民公园都有。九龙壁，虽然这里的龙好像不够9条啊，但还是那句话，9条龙的话吐出的子弹太多了。血量加满了。这个版面也非常讨厌，这些蜘蛛会玩捆绑啊，真的是玩的太花了呀，我无法接受。这个地方要快一点打水晶球，上方的钉板会下来的。第2关的 BOSS 战，幽灵方。穿着飞天袈裟和他打，他刷新的位置就是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然后现身之后他会转2圈，然后向你扑过来，不要被他碰到。我感觉所有 BOSS 里面他是最好打的，保持好距离。打完了，超度一下，物理超度，这就叫专业呀。第2个修炼关卡，这里如果完成了的话，
当咱们有绿色血条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出虎之力了。攻击的范围比较广，攻击力也很高，但是条件有点苛刻。咱们现在绿色的血条就4滴，可能被敌人碰一下，后面就发不出来了。这个设定其实大家想一下，非常的塞尔达呀，就是你只有满血的情况下才能用出剑光。林克直呼内行，大家看一下虎之力的效果，打出一道老虎的影子。这里来到了第3关，原化悟空。标题有点莫名其妙啊，悟空不就是原化的吗？这个版面超级的恶心，这种蛇好像是无敌的，打不了。而且呢，它在屏幕上占据的版面又非常大，不止一只。我现在只有1点绿色的血条，所以现在虎之力还在，可以浪一下。浪没了，帅不过3秒啊！别说3秒了，刚才有1秒，这个时长也不符合我的人设呀。小 boss 战。我感觉所有小 boss 里边，这个家伙是最难对付的。他放鹰的姿势有2种，一种是直线往返的，咱们蹲着就能躲开；另外一种是波浪线，站定特定的位置，他就打不到你。这让我想起了世嘉 MD 平台的火枪英雄，打向维加那个 boss， 那个 boss 有些时候就会发出2个波浪的子弹，咱们站在特定的位置，正好就打不到。所以说，很多游戏的技巧是相通的。咱们过关就是要解决问题，需要玩家自己发现规律，还有过关的技巧。目前这个版面好像没有大型的补给，所以说要打得小心一点。有一点后悔在瀑布那个版面过于浪了。捡到了一个定身的道具，非常可惜，面对的敌人都是一些大汉啊。所以凭什么孙悟空就可以定住7仙女啊？这个地方只给了一个小型的补给，而且用一个倒立的葫芦坑了我一下，斧子我就不捡了。我感觉还是流星锤看起来更加的刚猛，而且攻击的距离很远很长，符合人设。BOSS 战 ，BOSS 只有2种攻击的能力，一种是扔出匕首，一种是跳起来砍。所以所有的大 BOSS 里边，这个家伙应该是最简单的。他向后跳的话，你最好跟一下，因为他随时可能扔飞刀的。你跟着的话，他就扔不中你了。这个 BOSS 被打掉沟里了，所以我好像超度了一个寂寞呀。第3个修炼关卡，本关的目的应该是跳到最上层，但是不能被打中，打中的话应该是秒杀的。
所有的机关都不要碰。好的，上来了。本关的加强是攻击力增加，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人物属性的增强。第4关，双肩布鲁斯。本关的 BOSS 有2个。下楼梯还会被碰到，这是什么鬼设定啊？另外，我跟大家说一下人物的跳跃，可能那个年代的硬核的动作游戏跳跃都是这种判定，就是说一旦你跳起来，你的方向就再也无法改变了。大家想一下，魔界村就是这样。轻按跳的话，人物跳的稍微低一点；重按的话，跳得高。跳跃之前，你就要决定好你跳跃的方向，不能反悔啊！这个版面有隐藏，在这里跳起来，向左边攻击一下。打出来一个奖命，运气不错。这里遍地都是宝箱啊，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武器，所以我就不开了。一会儿等倒计时结束，自然就会出现平台，咱们就可以离开这个版面了。时间是够的，换武器的时间都给玩家留出来了。隐身的时间太短了，这个地方有2个出口，左边那个出口咱们就直接回到了本关的开始，进塔之前，所以说是非常坑的。走右边才能来到小 BOSS 战的位置。这种机器人非常的肉，把血量减了，然后把隐藏打开，又是一个宝物库。第4关真的是太爽了呀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回血的道具。武器箱里边是斧子，这个斧子应该是炼斧，它的把手上拴着一把铁链，增加了斧子的攻击范围。把咱们的血量保护好，前面打 BOSS 的时候还能用一会儿武之力。我好像是撞到了尖刺，好在亡灵不像洛克人，是气球人啊，炸一下就爆了。这2个 BOSS 是有规律的，其中一个做出防御动作，你就打另外一个。
血量掉得很快。碰了我一下，万幸啊，咱们还有一点绿色的血。明明是双胞胎兄弟啊，为什么另外一个就得不到超度啊？看来还是战斗至最后一刻，后躺下才划算。这是第4个修行关卡，表面上看是考验玩家的手速，其实是考验玩家的节奏感，因为这里连发是没用的，你只有按对了节奏，你的攻击的频率才会加快，才能把蜡烛吹灭。这个地方给的奖励是增加你的额外的 HP 的范围，原来是4滴，现在是8滴，但是它没有增加上限，只是你原来常规的血量有4滴变成了绿的。好家伙，一下绿了4个。这个地方打了2个第一关的 BOSS， 但是咱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啊。上楼之后就要面对这款游戏的最终 BOSS 帝王龙拳，和他拼命就好了，不要讲究什么技巧，全是正面硬刚，没有技巧。当你在正面不断的输出，就可以降服对手，那就不要玩技巧了呀。打完 BOSS， 把熊孩子们救出来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元祖动作游戏，不知道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